这一次为什么伊朗必须死？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期都要沉重，但也绝对更加劲爆。2026年的伊朗经历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清算。2月28日，当代号为史诗狂怒的行动在德黑兰上空炸响时，世界才猛然意识到，那个曾经在中东跟美国拉扯了40年的神权政体，在短短10几个小时内就被物理意义上的脑干切除了。很多人问我，火力军为什么以前美军只是喊喊口号搞搞制裁，这次却直接掀桌子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以这次行动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细节。很多人觉得中东乱局嘛，不就是你打我一下，我回你一拳？大家在霍尔木兹海峡玩捉迷藏，在特朗普重回白宫之前，事实的确是这样。在奥巴马和拜登时代，美国的逻辑是：伊朗你可以存在，但你得听话，你别搞核武器，别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咱们就能坐下来喝咖啡。这叫修正行为。所以基本就是遏制、谈判、有限打击的循环，目的就是维持现状，防止大规模区域战争，导致能源市场崩溃。只是2026年的这次冲突跟过去的任何一次都有本质的区别，伊朗必须迎来结局。以前的中东像个满身是伤的病人，美国则是外科医生，一会儿搞贴个创可贴，一会儿打个止痛药。但到了2026年，美国决定不治了，直接解职。原因很简单，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这帮人抛出了一个叫整合战略的概念。他们认为地主家余粮也不多了，美国现在的国力已经无法支撑在乌克兰、中东、印太同时维持高强度的消耗，与其在中东这个泥潭里每年砸几千亿美金搞治安战，不如找个机会一次性把这个最大的威胁物理抹除。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军方认为，只要德黑兰现在的神权体制存在，伊朗就绝不会放弃其核野心以及对真主党、胡塞武装的支持。所以这一次美以的目标不再是达成一份短暂的核协议，而是通过摧毁政权核心，彻底终结这一长期威胁。事实上，现在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以前伊朗横，那是因为他家门口有一排小弟，真主党、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都是他的前方防御。叙利亚的阿萨德还给他留着陆路走廊。但2023年到2025年，以色列把真主党和哈马斯打成了高位截瘫。在2024年，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垮台了，伊朗通往地中海的陆路走廊被彻底切断。这就相当于伊朗是带着一群保镖在街上走，现在保镖全被干掉了，他自己还被毒死在了小胡同里。这机会千载难逢，别人肯定是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最关键的一点是，伊朗的浓缩铀丰度已经到了临界点。美以的情报部门发现，伊朗的浓缩铀已经多到了随时能手搓核弹的地步。于是谈判开始了，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拆除核设施，并运走所有的浓缩铀，而伊朗坚持保留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认为外交途径已经完全走死，任何进一步的推演都只会给伊朗争取更多制造核武器的时间。这时候，美国和以色列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现在打，他还没核武器，要么等他有了核武器，美国将被永久排除在中东核心事务之外。特朗普的性格大家都懂，他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发生？打起来也是情理之中。当然，到这一步，我们还不能说伊朗必须死。以上这些只是美国打击伊朗的理由，真正决定伊朗必死的原因出在伊朗身上，自己拉了一个大的。在此之前，美伊的每一次冲突，伊朗都会宣称自己赢了。就比如2025年的12日战争，在我们看来，伊朗惨得不能再惨了，但是在伊朗看来，自己赢麻了，表示取得历史性胜利。重点是，伊朗人也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内部还相对团结，即使美国精准打击哈梅内伊，无非是换另一个最高领袖，依旧是造核弹。但现在不一样了，2026年初，伊朗国内因为经济崩溃和恶性通胀，老百姓连饼都吃不起了，大规模抗议爆发。结果德黑兰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暴力镇压，短短1个月，数万人身亡。以前伊朗民众虽然骂归骂，但还带点民族主义情绪。但这波操作之后，伊朗民众看政权不再是保卫者，而是占领者。美联社指出，这种普遍的绝望情绪使得民众对外部军事干预的抵触感降至历史最低。这时候发动打击，伊朗老百姓不仅不会保卫政权，甚至可能主动给美军的精确制导导弹带路。特朗普在行动后的声明还特别强调，打击是为了让伊朗人民摆脱暴政枷锁，典型的杀人诛心。就火力军来说，2026年2月就是物理摧毁的最后喘口气，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如果错过了这个伊朗由于国内动荡、代理人体系崩塌而产生的极度脆弱窗口，未来的解决代价将呈几何倍数增长。除了伊朗周边的问题，国际形势也对伊朗很不友好。俄罗斯那边已经战略静默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没办法，2026年的俄罗斯正忙着在乌克兰废墟上收拾烂摊子，国内经济和军力早已透支。普京虽然在口头上谴责了2声，但明确表示，伊核协议不包括共同防御。这叫什么？这叫哥们儿心疼你，但哥们儿真没钱。
当然，说到底，美军要彻底干掉伊朗，根本原因还是美国战略转变，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战略逻辑与第一任期的非介入主义完全不同。现在的美国要的是先清理后整合，其战略目的不再是管理全球事务，而是通过快速铲除敌对政权，降低美国的全球管理成本。2024年之前，美国政府的中东策略属于维持军事，通过外交管理冲突；西半球政策则是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特朗普上位后，中东政策变成了摧毁威胁源，建立美以主导的新秩序，实现中东剧场长期减负；西半球政策直接进行动能干预，实施政权更迭，恢复门罗主义，消除外部渗透。事实上，特朗普也是这样做的，先清理后院，再搞定中东，最后回笼资源。前奏就是委内瑞拉的南方之矛。在打伊朗之前，美国在2026年1月3日先干了一件大事，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给抓了。这事儿跟伊朗的关系很大。委内瑞拉是伊朗在西半球最重要的能源和情报据点，打掉马杜罗还能测试美军最新的速通模板。马杜罗政权在那场南方之矛行动中，从被锁定到崩溃只用了不到48小时。美军验证了，只要把顶层的大脑切掉，底下的官僚系统就会瞬间瘫痪。这个实验就是为哈梅内伊准备的。通过特朗普修正版门罗主义，美国将西半球转化为绝对安全的后方，从而可以将海军和空军资产从中南美洲腾挪至波斯湾，进行一场毫无顾虑的决战。为了备战，美国还特意牺牲了一些东西，比如在北约的话语权。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取消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表态将欧洲的安全交给欧洲人负责。如此一来，美国在北约内部的大哥地位就有些动摇了。火力军估计，当时的美国就考虑到了与伊朗决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武器弹药必须保持充足。2025年7月，五角大楼政策主管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确立了美国武器库的红黄绿分类管理制度，将爱国者 ATACMS 和大口径炮弹列为红色、黄色短缺物资。备忘录明确指出，这些关键资产必须优先保障美国自身在高优先剧场的作战需求。在此之后，美国政府迅速减慢，甚至暂停了对乌克兰的部分军事输送，将其定向转回中东美军库存。在2025年6月，原本准备运往乌克兰的2万枚 APKWS 激光制导弹药，在海上突然接到命令，转头驶向了波斯湾。这就是有预谋的资源重组。当然，美军清理西半球，搞定中东，可能是为更大的战争做准备。特朗普整合战略的终极目的，就是把中东从一个需要美国24小时看护的重症监护室，变成一个已经打扫干净的后花园。通过摧毁伊朗，美国终结了长达40年的中东消耗战，资源被回笼了，美军的航母可以从中南美、从中东腾出手来。那么这些航母最后会去哪儿就很好猜了。火力军觉得大家的目光应该看向太平洋，看向那个真正被称为大国竞争的赛场，这叫战略减负。美国是在通过一场残酷的清算，为未来数十年更高级别的全球博弈攒筹码。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本期视频的重点还是中东。一切准备就绪后，美国就动手了。首选目标就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的行动中，美军的导弹不是去炸军营，而是直奔哈梅内伊的官邸。以往最高领袖是禁区，因为怕引发全面战争。但2026年，美国有了单向透明的技术优势 ，CIA 和摩萨德渗透了德黑兰的监控系统。伊朗内部也有内鬼。最想让伊朗神权政府倒台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内部反教士集团的亲美派。在这种情况下，哈梅内伊几点吃药，几点睡觉，美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特朗普算准了，伊朗这种神权政治，所有的权力都系于哈梅内伊一人。只要他在第一轮打击中身亡，伊朗的指挥系统就会瞬间进入死机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哈梅内伊死后，伊朗体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专家会议瘫痪，原本负责选拔继任者的88人审治机构在库姆的据点遭到打击，多名核心成员伤亡，导致其无法按宪法程序正常运作。革命卫队也开始强制介入，在失去最高领袖的情况下，革命卫队表现出对权力的强烈接管欲望。据报道 ，IRGC 强力推动哈梅内伊之子莫杰塔巴·哈梅内伊上位，试图以此维持体制的连续性。与此同时，以拉里贾尼为代表的体制元老和佩泽什基安总统组建了临时的过渡机制，试图在战争状态下维持名义上的统一。这种内部张力使得伊朗在应对后续打击时显得步调不一，反应迟钝。总的来说，2026年2月的伊朗冲突并非是一次偶然的战争，而是美国整合战略在特定历史契机下的必然爆发。美国试图终结长达40年的中东乱局，回笼资源，应对印太地区的长期挑战。加上伊朗同时撞上了内部动乱，外部屏障消失，结果就是伊朗必须死。从这个结果来看，2月份的谈判，即使美国给伊朗的最后机会，但伊朗把握不住，最后只能迎来这场物理意义上的清算。好了，今天的火力分析就到这里。你觉得伊朗政权倒台后，中东会变得更安全，还是会陷入更严重的混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